那长牙包就是里面有什么？有细菌。我们医生啊，理论上会先做鉴别诊断，到底这个牙包是从哪里来的？有时候会从来，有时候会从，所以我们理论上会做一个鉴别诊断来去看。三八牙科公脆 key， 大家好，我是三八老爹吴国元医师啊，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重新根管治疗啊。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什么是根管治疗了哈。那有时候我们会需要做到重新根管治疗，我们今天也会举一个例子来看呐哈，为什么我要帮他重新根管治疗？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说病人透过神经呢又长牙包出来了啦哈。就会看到旁边凸一颗什么东西啊，称为长牙包啊哈。那长牙包就是里面有什么？有细菌。我们医生啊理论上会先做鉴别诊断，到底这个牙包是从哪里来的？有时候会从根管来，有时候会从牙周病来，所以我们理论上会做一个鉴别诊断来去看。到底牙包形成的原因是哪一个啊？当然最常见的就是这两个原因原因都是什么？细菌，细菌含量到有一个程度，它就会找一个出口，最少阻力的出口，那释放出来，它就会形成一个牙包所以有些病人会说我都肿，我就肿的，把它压一压，破掉，又消了。对，有时候跟抵抗力有一点关系就是你抵抗力差一点我们看到牙根尖黑影看起来也没怎样病人也是这样子平安度过了10几年，10年后、20年后，一段时间里面细菌慢慢长大到某一个程度之后，细菌的毒性慢慢的超过你的抵抗力，它就会爆发出来，它就会肿起来，长一个牙包你把它压迫之后，里面压力释放出来之后，细菌量减少之后，慢慢的它又消了。那慢慢有一段时间，慢慢的又长出来，所以有些牙包是一直反复在长的。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过一辈子啦，可是你的细菌在你的体内会不会跑到身体里面去，造成你的心脏或者其他我们之前讲过一些细菌性的问题，我们不能确定，而且它的黑影有可能会扩大，就是下面的骨头有可能会慢慢的又被吃掉，所以它有可能会扩大，造成其他的牙齿的危害，所以它类似会扩散，可是它是局部的扩散不像癌症那种全身性的扩散，会慢慢的吃掉下面的骨头，所以该治疗我们还是建议要治疗啦，而不是把它肿大，把它戳破，长大要戳破，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所以理论上里面有可能还是有一点细菌发炎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彻底的去做清洁啦所以重新根管治疗步骤，有些人已经做完牙套，我们就要拆牙套甚至有些蛀钉我们要拆蛀钉，然后再移除里面的根管的填充物，会比较繁琐一点所以大部分的医生都不喜欢做根管的原因就是这样或者是重新做根管就很麻烦。反正只要有根管有问题，就是拔掉植牙最快。最常见的原因有这3个啦根管治疗未完成有可能他之前我们上次有讲过，有可能去掏神经，医生只做放药里面清洁不够彻底。根管里面有没有可能做到100%清洁？不可能，就算你给神一般的根管治疗专科医师做，也不可能做到100%，不可能，因为管壁实在错综复杂就是我们就是能在高倍的放大镜、显微镜之下去治疗。我们看到能清尽量清，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啦我们没办法说我们100%能清干净，100%清代无菌，不可能，除非把你这颗牙齿拔下来送去高温高压消毒，就有可能无菌，不然理论上我们在口内操作不可能做到100%无菌，我们只能做到减菌，减到某一个程度你把它封填起来，把细菌压在管壁上面，有可能不会再发作另外一个就是医生没有用高倍的显微镜或放大镜的治疗，造成什么？他做了3个根管都清得很干净，可是少做了1个，所以那个根管在发炎作祟。我们之前就有从3种的护士来这边治疗的，因为3种要排太久了，所以他就来这边治疗我们还是帮他找到那个遗失的根管再把它清干净另外一个就是都做得很好，可是呢有可能只有补起来，或者是做牙套旁边又在蛀了然后细菌又在感染进去感染里面的重新做好的根管就有可能所以有时候我们拆掉牙套看起来里面黑黑脏脏的，我们可能就建议病人也是要重新根管，因为这些蛀牙在那边根管那些封填的东西泡在
口水里面呐，有些细菌看不到啊，我们只能说哦，看起来好像蛮干净的，可是所以我们还是要下去清呐，才能确保说你这些之前根管的填充物泡在口水里面呐，有些研究是说，只要根管填充物只要裸露出来，在口水里面泡在口水里面泡1天，那里面可能产生很多的感染的细菌啊，所以基本上我们需要这2个电脑断层跟那个显微镜啊，就我们之前就讲过了哈。有一个患者，这是我们好朋友啦，蛮好了。当然他来的时候不是穿这样，不要想太多啊，就是穿正常的运动服啊因为他是我们好朋友，我们不好意思跟他说啊，这个你要做牙套啦。所以它右边上面呐，那个唯一一颗啊，你看到根管里面有白白的地方啊，就是它右边上面啊，就是就是右边那边啊，的上面那一颗，最后一颗啊，有根管治疗过他发生什么事？因为是好朋友，有时候你给好朋友做就是这样又不好意思赚你的钱该讲的不讲啊，就有一天啊，他就这样子来咬一咬崩掉了，最后一颗越后面的牙齿咬力是越大的，因为我们这样合起来了，后面会先碰到，然后才是前面。所以后面的咬力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发现它的外侧齿质跟后侧齿质都缺损了我们隐约还是看到一些裂痕存在，所以例如我们拍个 X 光看一下，通常它会不会痛？不会痛，可是我们看到它 X 光片，它的根尖的部分好像有点黑黑的，我们可以选择直接做牙套套起来反正他又不是没钱你叫他花个2、3万做牙套，实际上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呢，现在会卡到一个地方，就是它根尖看起来黑黑的，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说它以前做完根管治疗的状况是怎样，是本来变大了，本来是很黑，后来变小了，还是细菌已经在里面慢慢感染，慢慢的产生了一个黑，我们不知道所以以碍于这一点我们后来跟他讨论因为大家都很忙后来跟他讨论我们还是帮他重新做根管治疗他还是从新北市这边过来来这边也要快1个小时所以我们还是秉持了赤子之心我们还是就是照标准去做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把它清干净看起来又比较好了后来也是做完牙套啦保护起来，我们隐约看到 X 光上面也有看到一些裂痕存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实际的影片所以你看到它的口内我们就是先把缺损的部分把它赶快怎样，赶快先把它补起来再来开始做，不然我们根管治疗的药水我们怕流到口内或者是细菌或者是口水过来所以我们先怎样先把它围起来因为我们要补牙补牙我们上隔离之前也有放过所以我们就是赶快把它隔离赶快先把它补起来，一步一步这样子该补的把它补起来，有些裂痕的地方我们怕治疗过程中咬到裂掉这当然就只能植牙了。4面墙它已经缺损了2面了，我们先把那缺损的那2面的墙先把它补起来。我们那一次来就是先怎样先做补牙先做把它缺损的部分把它补起来，这都要时间尾清蛀牙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准备根管治疗的部分了补完了好，所以开始清里面的蛀牙所以这些都要花时间，而且就是右边后面最后一颗角度来说有时候不好看得到所以有时候视野来说所以有些医生不喜欢做，因为它实在是最后一个又后面实在是拔掉植牙是最快的因为你根本都看不，或者直接做牙套牙套还在上面看不到里面所以只要修一修补起来修一修就可以收钱结束，大家都开心那我们有买一株那个有一整组啦这种一只要1万块，我大概买了6只断了2只，你看如果做一个病人断了1只根本都没，所以有时候显微根管不是说你有一台显微镜就好了，你还要买相对的一些器械，而且这些显微器械都很细致而且一只1万块会不会坏掉？越细致的东西越容易坏你大基粗的拢袂歹我们买的共推植牙用的那种共推我敲了5年都不会坏这种我们1年都要断1、2只所以这种东西都会坏然后慢慢的花时间再去重新做根管治疗，把它彻底把它清干净这些都是花很多时间大概就花2、3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子过来
来治疗啊，确保说，他之前的东西都有把它清干净了我们会比较放心才能做到下一步的部分反正治疗过程中是不断的冲洗、清洁、冲洗、清洁、冲洗、清洁，就是这样。牙科治疗就是这样子我们能确保它无菌吗？不可能但是我们能尽力我们所有的药水什么的器械不管打蛋器还是其他的东西能用的工具我们都用了确保说所有的病人都可以这样子清干净然后之后就开始做假牙，做完之后补起来，我们就开始做假牙，就是扫描牙齿的部分然后那一颗我们会再扫一次这样子把要做的牙齿再做彻底的精细的印模啦这样子比较不会恶心然后再对咬合，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它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所以不管是谁有时候我们医生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把它清干净当然有些医生会选择直接做牙套，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问题牙齿本来就好的对不对？有时候没有症状，可是没有症状，我们怕担心以后套牙套之后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建议还是要先套牙套啦这样知道吗？好，谢谢。喜欢我们的就帮我们按赞，开启小铃铛，谢谢，拜拜。